台股在3月暴跌了3700點之後，不少投資朋友都在問：這一波台股已經跌完了嗎？我認為台積電今年2026年 EPS 大概可以賺到90.6，這麼高。我沒有直接買台積電，但是我是直接買持有台積電的電子股的 ETF， 比如說。今天我們就找來存股總編輯謝富旭，他不只說這波油價上漲不會引爆通膨危機，還加碼分享台積電的甜蜜買點，一起來聽聽他的分析。團隊最近給哲青看了一個數字，我覺得相當的驚人哦。有許多朋友在收看下班經濟學，但有超過70%的你其實還沒有按訂閱。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歡我們節目的話，現在哲青要請大家做一件事情哦，就是現在我們來按下訂閱吧。按下訂閱對你來說是免費的，但對整個下班經濟學團隊來說，有你的支持跟訂閱是這個節目能不能繼續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關鍵。最近的台灣股市有大起大落，你不覺得很青春嗎？對，我每天都覺得自己的心在坐雲霄飛車一樣。是，我們今天在邀請到富旭哥，富旭哥你好。嗨，哲青兄你好，尚華你們好。对，上次富旭哥來的时候，跟我們分享的就是在2025年操作的這個經驗。那這一次富旭哥有賺還是賠呢？我去年不好了哈，我去年整個我的台股大概賠了6.1但是大盤漲了20幾%，对是我的存股14年來當中熊鬧苦也幾年了，但是今年第一季剛剛結束，反而是個小豐收。你怎麼跟大家都是反着來？對，怎麼那麼奇怪？大概賺了100多萬，大概整個台股部位大概是賺了5%多啦。那尤其3月我又減碼了一些股票，是大概獲利20幾萬，比一般的上班族薪水還高，豐厚。對，但是這段時間這個台股很緊張，對啊，南亞科本來最被看到300多，一度跌破200，對世芯 KY AI 概念股的正宗，從4500多，也跌到2000多，所以雖然現在大盤從年初到現在還是正的啦，個位數，但是很多人其實都賠錢，對，尤其喜歡追那種熱門股的，其實是我認為是賠蠻慘的，因為我觀察這些熱門股啊，他們從高點跌下的幅度，通常應該都在20幾%到30幾%之間。所以在這樣情況之下，這個我們大家都在注意，就是風險管控之道嘛。那富旭哥到底做了什麼呢？雖然我是存股啦，但是我的存股比別人靈活，只要大盤不對，我還是會減碼。那怎麼沒有想說趁現在在跌的時候，我再繼續加碼買進？會，我有我自己的節奏，是可能這個數字有點變，但是我目前這2-3年是這樣做啊。對，假如加權指數從過去1年來的最高點跌超過7% 的時候，7%譬如說過去1年最高點是35579嘛，跌破33088，這3月份真的跌到了，已經過了，我也真的減碼了。我也不會說減碼很多。就是減碼10%，我也差不多是。那減碼10%，其實我有部位好幾百萬的錢了，像我這個2-3月份，我把長榮航給出清了啦。出清出清，這真的是出清長榮鋼也是。長榮鋼對，那我有減碼我的群益證、聯強、億光，這是減碼，不是出清。你還是有加碼但是我還是有加碼，因為3月份真的好緊張所以有些個股像跌到鼻青臉腫，你要接刀接不太下去，會怕。那這樣的話，我就選擇 ETF。你都選高股息的 ETF？對，我就選擇 ETF 來接，比較不會這麼可怕。對，只要大盤從過去1年最高點跌到15%，譬如說跌到這個30.242，我會再減10%。對，然後假如不幸又跌到20%，就是大概在28462的位置，我會開始加碼了，我就不再減碼了。這是過去這幾年來我的一個風險的控管，就是跟隨着大盤。
富旭哥，我覺得你好沉得住氣哦，因為我覺得像是在去年4月那一次啊，我就覺得說哇，那個關稅那次重挫，我好像就來不及買，然後馬上就又反彈回去，所以這一次一發生戰爭啊，它剛開始跌，我就立刻加碼再進去買。28那一天，隔天就去買了。對，結果後來它就一路一直往下，所以我就想說，哇，有時候到底該決定什麼時候去減碼跟加碼的時候，真的是好像很難去抓。對，所以你必須要先給自己一個架構路徑。方向，這個就是我的羅盤啊。你假如說等事情來了，再想說我到底要不要，那是憑感情、憑直覺做事，而且不要說啊，一看到大盤大跌你就買，那個可以，你有1億元以上，我勸你這樣做。但你假如只有幾十萬、幾百萬的人，不要這樣做，因為假如真的在急跌的時候，那個是蠻可怕的。那當然，大家3月呢也是會很擔心油價會不會引爆通膨的問題。但是富旭哥，你認為說這一次不會影響到很嚴重的通膨？對，這個美伊戰爭就是大家就是做股票的人每天都盯着油價，對啊，關心油價，油價一度也。那個漲破100美元一桶啊，但是我認為這次通膨不會那麼嚴重。原因是我對總體經濟的觀察，我整理出油價上百元，大概2007、2008油價曾經到150美元一桶那時候催生了太陽能股。2022年也曾經到110美元一桶，是好，这個大家印象比較深刻。那到現在呢也是100多了好。那我告訴這有什麼不同呢？在2007年、2008油價150美元的時候，美國的通膨率最高來到大概5.5到5.9，對，將近6，對，算嚴重的，因為他們政府的目標是2%，對，就超蠻，那2022年更嚴重9%，美國到9%，对啊，所以那時候升息嘛，对，引起聯準會的暴力升息，這一次目前的通膨啊，美國啦還在2點多啦，2.4，那會不會更嚴重呢？我覺得會，但是不會像過去2次這麼嚴重。我認為頂多會到3.5啦，了不起到4。為什麼呢？第一個，現在糧食價格啊，對，偏低很多，對，偏低。我看到小麥跟玉米期貨價格這麼低，我有點驚訝。對，現在你要看2007年的時候，小麥大概是1000多美金呢。對呀，現在2022年也是1000多，現在才621，600多。玉米也是，小麥是給人吃的，对，那玉米主要是給動物、畜牧業吃的，所以這是蛋白質的來源。比現在也比那個當時那2次油價300元便宜很多。那我們的通膨主要是人員嘛，對，那一個吃也是大宗，所以吃沒有那麼貴，對，所以通膨壓力比較不會那麼嚴重。那第二個就是現在有 AI， 對，之前2次沒有 AI， 那 AI 會提高勞動生產力。尤其2022年那次美國通膨曾經到9嘛，那個時候是疫情後的缺工，對，因為很多人就不見了，對，產業結構、人力結構變化。但是現在沒有這個問題，反而 AI 會提高勞動生產力。是，所以我對這次通膨大家不要太悲觀。對，而且這裡面還有一個最特別的，就是替代能源跟核能，應該歐洲各國包括了日本都在重啟核能這件事情，也讓這個就是石油不會那麼吃緊。對，我們大概在20年前，我們人類對能源對石油的依賴度啦，大概是50多%，現在大概只有30多。你說其他20多跑到哪去？太陽能啊、風力啦、核電啦，這個能源越來越多元啦。對，這是產業結構的改變。那如果趙富旭跟你現在對整個總經這樣的一個分析那如果呢回看到我們的台股後市，你是樂觀的嗎？我對前景通常是這樣，我不會去做過於大膽或主觀的預測，但是我會做所謂的情境分析。情境分析，看這個狀況會跑到哪裡，那到時候我有一個比較理性的因應。那我現在的自己做的情境分析是這樣，心裡有3個劇本。最壞的情況啊，假如美伊戰爭打了半年以上，然後西德州原油漲到150美元一桶以上，那當然你也要小心，這是最壞的情況。那我認為台股會從高點跌30%，跌30%以下，會跌到接近25000。這個是我認為最壞的情況。那最好的情況就是戰爭在2-3個月內就結束了。
所以到4月底，对，那西德州原油漲到最多漲到120，那我覺得這是最好的情況，那最多就是跌10%啦，就是到31873，那中等的情況就是打了4個月以上，可能打到7月8月才結束，油價漲到130，那我認為大概會跌15%，台股會跌到3萬點這邊，那我認為我們只要取中庸之道。我覺得這個機會比較大，跌到3萬點，不是沒有可能。對，希望是跌10%就好了。是，但是有時候諸事難料。這個因為川普不歸我們管，所以川普要說什麼要做什麼，實際上戰爭好像是他說了算。對。不過在這一次的有點像是在清洗籌碼這個過程之中，上一次富旭哥來的時候跟我們講說，你又開始重新關注台積電。那這個時候，那個富旭哥你怎麼看台積電呢？像我們做價值投資的哈，就是其實有一個缺點的，我們對於所謂的趨勢財掌握的速度是比別人慢，我承認。但是我覺得有時候亡羊補牢嘛，現在台積電我是這麼評價了現在整個台灣大盤的平均本益比大概是24倍啊，那所以我買的股票即使再怎麼看好，我也不希望它的本益比超過24倍，是因為我們價值投資比較保守。那我建議大家算它本益比要用它的預估今年的獲利，不要看去年。去年已經沒有用了，要看預估今年。那我整理了很多券商的報告，加上我自己的看法。我認為台積電今年2026年 EPS 大概可以賺到90.6，這麼高，還好，可能還保守一點，還保守的搞不好有機會到95都有可能。那我們說大盤本益比是現在是24嗎？所以我們打一點折扣，所以我認為台積電的合理價對應本益比應該是21到23倍。對，但是你那個要乘以對今年的預估的 EPS， 不要乘以去年的60幾塊，要乘以今年的90幾塊。那這樣算出來的合理價是1903到2084。是那假如實惠價在本益比再要求低一點是19到21倍，所以實惠價是1721到1903，便宜價是19倍以下，那是1720。所以你只要平常有這樣的評價，你就是說，台積電已經達到17幾了那我是買幾個零股啦，那你買了，現在就有賺了一些了嘛。對呀，所以就是說，當台積電有到這樣子實惠價跟這個合理價的時候，其實富旭哥有在進這個台積電的。我沒有直接買台積電，但是我是直接買持有台積電的電子股的 ETF， 比如說0052，對，富邦科技，富邦科技，對。所以呢，其實呢，大家現在除了關注台積電，當然我們也很好奇嘛，因為現在在這個市場上有很多的熱門股，哪一些到底是比較抗跌的？還有在未來這段期間，我們也是可以繼續持續來關注。熱門題材股今年就是波動很大所以大家今年很多人在這邊受傷那我建議大家，尤其是退休族啦。或是即將退休的人，你也不要這麼勇敢。對，就退而求其次，找一些比較低波動的。但是低波動還不夠，還要低波高息啊，低波高息，而且要有前景的。而且這個爆發力可能未來1-2年就會出現的。哇，想得很完美。當然我們就會設定一個目標，然後再去研究嘛。那大家也不用研究了，我直接跟大家分享我的研究成果剛才符合那些條件那今年我覺得很不錯的標的新產，這是我目前的第2大持股了。第2大持股，對，其實我已經投資很久了啦。他那個去年的 EPS 是12.28啦我今年估是2.5啦，但是我很保守，我認為搞不好會到14啦。現在價位是117，所以本益比才9倍。那為什麼我會找他呢？因為他手上有不少台積電不少台積電，大概有600張台積電，600張。因為產險公司投資都很保守那他的手上的台積電成本都很低那大概是1400還是1500多所以他那個在第一季財報的公布的時候因為今年其實第一季台積電漲蠻多的從1600多漲到最高1800嘛，還有拉回到1700多所以他這個評價啦，他賬上的評價，他這個是可以進損益表的所以我預估他第一季會不錯會不錯他也持有中華電信統一超是表現比較不好啦但是他
手上的一些重要的股票可以進損益表的那些股票，我都覺得第一季表現不錯。聽起來它很像券商。沒有，產險公司有2個本業，一個就是做產險嘛，一個是投資，投資也是他的本業哦。他去年狀況跟我一樣，因為他大部分的標的啦，除了像台積電的之外，那大部分標的像統一超啦，這些。他中華電啊，他去年都表現不好，所以他獲利就是還好，但是我覺得今年有一點起色，那櫻花這個是大家沒有在追蹤，其實它有一個新的事業叫淨水器，對，它淨水器在去年的時候已經佔它整個營收10% 了，而且是新大樓都會全戶安裝，這個淨水器做得非常的好，那個成長很快，而淨水器不像瓦斯爐或是熱水器，你給櫻花買了之後，可能過7-8年才會給他再來做一次更換。他每一年要換濾芯，淨水器每一年都要換濾芯啊，一次4000多塊，跟一台瓦斯爐差不多。所以我認為它的淨水器會超過它的瓦斯爐了。瓦斯爐是它最重要的生意之一吧，而且它的室內裝潢做4年了，我認為今年開始會轉虧為盈。對而且我認為以後這個櫻花做室內裝潢之後會顛覆台灣的營建業。以前營建業蓋新房子都送櫻花廚具嘛，現在不夠看了。以後就是買房子要送裝潢，櫻花裝潢的，這個商業模式會起來哦。這個起來的話會很可怕。是好，那遠東新現在它是跌10年線以下股價很低很低哦。但獲利其實還可以啦，去年賺1.55，我預估今年會到1.9。那為什麼呢？遠東新它其實是半檔的塑化股，它是台灣第2大的 PTA 啦 ，PTA 都是做保特瓶原料、人造纖維、食品包材、鞋底用途最廣的塑化原料。它其實像民生股了嘛？對，台化是最大的，那第2大的就是它。那台化已經漲40幾%了，因為 PTA 最近一直在大漲，但是它為什麼沒漲呢？因為它掛在紡織股。大家把它忘了，是，對，那我覺得這個可能是個遺珠之憾。它上半年獲利應該會很好，因為它的塑化本業本來去年都虧得一塌糊塗，台化也是嘛，那今年會就會轉虧為盈，對，那經濟去年獲利就是小幅的衰退，但是現在這個跟 AI 有關係哦。AI 對高精密度的石英元件需求大增，會做石英元件的很多公司啊，日本的、中國的、台灣的，因為做手錶的，都會做這個石英錶，對啊，一大堆但是會做半導體級高精密度的就沒幾家了，它是其中一家，是所以我認為它會受惠這個趨勢，雖然比較晚啊，但是那股價也很合理啊。那東陽這是做藥的，那因為股價也大跌一陣子啊，那我認為他今年就是他現在在美國市場越做越好，然後他也代理那個國外的疫苗，是，然後爭取到我們這邊公費可以打他的流感疫苗，還有他的那個抗生素越做越好，還可以外銷到美國，就學名藥的部分，對，他的學名藥是特殊學名藥，困難學名藥。所以技術層次是很高的，這是我今年才開始買的股票，大家也可以參考。是，可是我有發現一件事，剛才一直講說，在3月份重跌的時候，你有出清長榮航，對，長榮航，你減碼的部位，在減碼那個是航空股，可是航運股呢，這一次因為戰爭，所以這個航運會不會受惠？航運股沒有預期中來的會漲，為什麼？航運的確會受惠，長榮股價也的確有稍微有一點起色，那個這個是190幾吧，現在至少有到200這樣，有小漲一下子。今年它的獲利會不錯，因為現在歐洲也在塞港了，運價也真的大漲了，只是它股價沒有什麼那我覺得問題是出在戰爭對長榮是短期性的利多，而且這個戰爭搞不好過2個禮拜或是過2個月就結束了，對不對？機會很大，那結束之後，長榮後面還有一個更大的利空等着它。利空哦，對，就是紅海恢復正常的通行，不用繞到非洲。是，那整個過剩的運力會釋放出來。那我現在就在等這個，我要等這個利空測試的時候，
長榮獲利能夠到哪裡。所以我現在對長榮的態度啊，就是維持基本持股啊。我本來最多長榮有30幾張，我現在就是10張，然後我也不會再賣了。那現在我也不會因為這個短期利多而加碼，就是一直 hold 住。那我對長榮也有像剛才一樣很嚴謹的評價啊，除非它跌到實惠價這邊的，我會再多少加碼一些。現在是在合理價這邊，我就不會動。那假如它不幸跑到因時價這邊，我可能會再減碼一點，還減碼？對，所以大家可以參考我的這個對長榮的評價。但如果現在手上如果沒有的，也不需要進嘛。你假如真的有興趣，你可以先買個500股，500股1張列入觀察名單。因為它真的是很值得長期投資的公司，就是未來1-2年要面對一個最大的考試啦，就是韻律過剩爆發出來。那假如那個考試我猜了，我自己猜測啊，假如這個真的發生了，假如長榮 EPS 還可以守在8到10塊之間，那假如那時候跌到150，我会再重新再大力的加碼。對。可是我有注意到，你今年還有在加碼的是一些 ETF， 所以呢，如果现在你的心臟比較沒有那麼大顆，我就想穩定的去持有的這些投資的部位的話，你有在 ETF 上面有哪一些的建議嗎？我今年真的買了好多 ETF，對啊，一直買，那就跌我就買。那假如你跟我一樣的不太喜歡投資個股，那我建議你今年 ETF 這樣做配置，721配置法，721配置法，对，70%放在高股息 ETF 目前我是投資這4檔，那你的投資定律就是主要是零股息嘛，對，每季派1次息，然後我的操作是這樣呢，假如我的這些 ETF 啦，賬上報酬率達-5%，我就開始多少買一點，1張2張這樣買，賬上如果出現正報酬，在今年1、2月的時候，其實 ETF 曾經有衝一陣子對，我會酌量減碼，就這樣無腦的機械式的操作，就這樣來回做，這比個股要輕鬆多了啦。這是70%你放在這邊，是2成放在市值型，現在我是0050跟0052那主要的用意是要參與台積電財啦，因為這個對台積電的持股都很高，但是假如我看到台積電它轉空了，比如說AI 的整個需求 slow down 下來，我也會毫不留情的把它賣掉，因為我是主要為了參與台積電的那個成長，假如台積電不行了，可能是2-3年後的事啦，我就會跟它結束關係。是1成放在產業型 ETF， 我目前是中信關鍵半導體跟群力半導體收益啦。因為就是台灣就是高科技業最強啊，那過去幾年我比較少琢磨這一塊，就是有點落寞，就是有一個參與感啊，蹭一下熱度，但是我又很膽小，我也不可能放太多的比重，就1成就好了。是，最後呢，要請給那個富基哥給投資的這些朋友們，在第2季有哪一些操作大家要特別注意的？第2季就是除權息要來了，對，我覺得第2季你可以針對要準備在6月、7月要除權息的股票，然後他們講之前沒有漲太多，然後他們講之前的配息啦、獲利都蠻穩健的，你可以這次的參與，因為目前那個這些股票啦，這些所謂的高息股，位階都很低。很值得你現在就在第2季就開始在進場布局。是，希望今天的富基哥跟大家分享的呢，可以幫大家往那個財務自由更進一步。來，今天謝謝富基哥，謝謝你，謝謝。